好，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以色列跟伊朗之间，会不会以色列又还击伊朗，伊朗又回击以色列，变成一个中东的大混战呢？就在大家在关注之余以色列还有动作，他就趁着大家在关注伊朗的时候，又对加萨出手了。他又空袭了加萨走廊的中部跟南部，又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而且他的国防军也在这个北部地区进行了多场的军演，感觉上以色列并没有要放弃任何，比方说对于加萨的进攻，甚至对于伊朗的回击那以色列的国防军又讲说，将会模拟数位化的战争这些情境下的兵力部署，还有一些军事技术的应用。那约旦也讲说，以色列正在利用伊朗的升级冲突来转移国际对于加萨的注意力所以最后的输家还是加萨，因为感觉加萨的这个注意力已经被转移掉了，是不是对于加萨的人民来说，希望等到停战的那一天又更遥远了呢？那伊朗就控诉跟这个安理会还有跟国际社会讲说，都是你们在纵容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才会不断的空袭加萨那甚至现在很多人觉得好像迟迟等不到美国出来调停在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这一边也有一些示威者就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封锁了这个金门大桥，导致交通瘫痪。我们来看看。好，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面就很多示威者是站到了这个金门大桥，一度导致了双向的交通瘫痪非常多小时。这些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表示反对这个以色列在加萨地区的战争，而发起现在目前希望能够赶紧进行协调，然后就是这个行动日所以他们就是用行动来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现在互炸，难道人家想说这是一场秀吗？是一出戏吗？这个以色列的回击结果竟然这个传出来战时内阁现在他们说要把这个国防军列为攻击的目标，在他们的内阁会议上面，以色列的战时内阁讨论说对于伊朗的报复措施，讨论大概3个小时时间那根据以色列时报讲，纳坦雅胡已经要求国防部拟定清单，要列出来国防军可以攻击而且不会被美国反对的伊朗目标，所以感觉好像对于伊朗的回击势在必行那伊朗就警告以色列，他们说如果再犯错的话，伊朗也会给予更强烈的回击。那伊朗的总统莱西有提到，任何进一步损害伊朗利益的行为都一定会有更大规模的回应。那多大规模？人家担心会不会动用到核武呢？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拜登也见了伊拉克的总理那人家讲说因为也是讨论这个以伊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在见面过程当中被媒体拍摄到还要带着小抄去这个会晤这个苏达尼，而且小抄的文字密密麻麻的，连语句之间还标示了此处停顿，感觉好像这个剧本舞台剧的只是你现在要走上前几步你现在要仰望着天什么连表情连停顿通通都要写在里头所以纽约时报就讲说，拜登难道已经变成了一个作弊统帅吗？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以美伊三方现在有一个外界的揣测说，该不会是你们讲好了吧，就是都要有面子可以下台阶。伊朗对于以色列发了这个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是讲说伊朗没有命中以色列有价值的目标那以色列跟美国在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个联合防御成功的拦截下来，让伊朗遭受到失败大家这感觉好像是三方同台在演戏。那伊朗发动这个报复打击，大规模的准备，像是要直播给美国跟以色列看，我要准备要攻击咯，然后这个伊朗发动攻击完立即结束。报复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中东各国好像也都第一时间都掌握到这个消息了，也都关闭领空就感觉好像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心有灵犀一般这反应太过迅速，好像似乎也是在替美国传递没有第三方会介入的消息所以是不是真的是一种在演戏呢？还是上演一个不那么逼真的苦肉计？是不是达成了一些默契在先？那我们看一下泽伦斯基看在眼里也倒是挺吃味的，因为呢我们都讲说好像美国英国法国联合这样子保卫了这个以色列的领空让他们好像
被拦截掉许多，所以降低了他们这一次的伤害。但是呢，你看泽伦斯基就有一点说，你这太厚此薄彼了吧？他说，全世界都看到以色列在防御时并不孤单哦，空中威胁的时候有盟友帮助消除。记得这个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泽伦斯基就讲说，你们可以帮我拦截下来俄罗斯的炮弹吗？结果那时候说，没有人回应哦，已读不回。所以他就讲说，现在看起来你们好像对于我们是一种视而不见，我们也希望你有所作为，不能够厚此薄彼。那连这个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也讲说，你们尽管不能像帮以色列那样帮我们，但是你也可以给我们东西啊，我们可以自己完成剩下的工作。那乌克兰人看到了那一天那一个晚上这样子拦截的画面之后，他们说自觉凄凉。他说当晚认清我们只是累赘，这是乌克兰人一种感触啊。他就说，原来我们不是盟友，原来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累赘，我们只是在地缘政治里面的出格者，是个不会自己收拾烂摊的麻烦者。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自己对抗到底，终究是令人心痛的。那这是来自于乌克兰作家自己在 X 上面的 po 文，然后很多乌克兰人也都有同感，就说借由以色列看清楚我们乌克兰在美国心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哦。那这一番话也传到了美国耳中，科比就说：“这不能比啊，你是乌克兰又不是以色列。”我们来听一下。If the U.S. and allies can help shoot down Iranian drones over Israel, why can't they do the same over Ukraine? Yeah, I knew this question was coming too. Look, different conflicts, different airspace, different threat picture. And the president has been clea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be involved in that conflict in a combat role. And 好，重点就是 different， 这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我觉得科比的讲话根本没有道理啊！他说，美国总统一开始，这个拜登就讲了，他说不要单演一个 combat role， 就是战斗者的角色，对不对？那他在以色列，他就是扮演一个战斗的角色啊。他的飞弹去拦截了这个伊朗的飞弹啊，对，英国也插手了，法国也插手了，这个就是 combat role 啊，对不对？那这个不是，它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战争，不一样的对象，这都是事实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解释跟没解释一样，那倒是我觉得乌克兰自己感触很深啊。那我觉得泽伦斯基讲这句话，当然是感触甚深啊，可是他也有点自不量力，对不对？他凭什么？乌克兰凭什么跟这个在美国人面前跟以色列争宠？他搞不清楚他自己是在美国人面前是什么角色，跟美国是什么关系。如果你到现在才发现你跟美国人的关系，跟你在美国人的国家里扮演角色，跟以色列不能相提并论的话，你今天才知道的话，那也这个总统根本就不够格，至死就不够格。对，那我觉得这种事情还会不断的发生啦，因为以色列他们内阁现在已经做了决定了嘛，就是还是要报复。如果说这场战争如果升级的话现在升级了，因为伊朗方面也已经立刻做了回应，他说以色列如果要再开一局对伊朗的这个攻击的话，他说伊朗是秒回应，立刻回应。那到时候你看美国会不会只是在那边打几颗导弹就完全不是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打了2年多的战争的乌克兰才知道今天在他的盟友中间是什么角色的话，那不能怪他的盟友啊，怪他们自己啊！打了2年才知道，死了那么多人，而战争如此之无望，他们还有梦吗？如果这个梦的话还在那边梦想，还看不到现实的话，那他们应该对乌克兰的人民做好，真的是应该要跪地要谢罪啊。也就是说政治判断可能失灵了。对，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约旦的推断是合理的因为他认为说以色列正利用跟伊朗的升级的冲突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加沙地区的一个关注我觉得他这个逻辑是合理的。那其实王毅也很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在接受这个伊朗的外长，因为伊朗外长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王毅了所以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跟分量不可同日而语。
你看第一时间伊朗打电话给王毅，就跟他报告了，就是谈了一下这一次的一个状况。那王毅就谈到，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以哈的停火，跟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在联合国加入联合国的事情，就是要建国的事情。接着王毅也跟沙特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也讲同样的事情。那沙烏地阿拉伯他完全信任中国，他也说我完全信任中国，也支持中国在这个地方，而且也跟他通报了，伊朗不是针对第三方，也就是不是针对约旦或是相关的这些国家那也就是说，王毅的斡旋使这个以色列使这个伊朗跟沙特之间不会被挑拨不会产生误解，那继续维持他们的好的关系、团结的关系。结果在今天联合国，巴勒斯坦就已经提出要回到联合国的事情要加入联合国，然后阿尔及利亚马上就提案了。可是我们一般估计，美国可能会投下否决票。也就是说，美国之前也说应该让巴勒斯坦建国，但是美国又是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实际上的时候又会投否决票，就好像以哈的战争一样，说要停火，可是当大家提出停火议案的时候，他又投否决票，又是说一套做一套。不过我觉得美国这样的说一套做一套，已经到全世界没有人再信任他们的政府讲的话。好，那以色列确实就是利用这段故意的在炒作，说他要反击，他要反击，他要反击，不断的把这个画面、把这个课题炒在这里的时候，那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加强对于加沙地区的战争、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造成的伤害更大。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原谅也不可接受的。好，因为一直在加沙这个地方制造平民百姓的伤亡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的情况是，他跟伊朗之间的问题，他跟伊朗在玩胆小鬼游戏。可是我觉得拉的是西方人的陪葬。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这个西方的国家对以色列要有动作的好，来请教舰长。我们网络上有一段很长的话，那我只讲一部分那它叫做美国。对于美国而言谁打我就打谁。那对于北韩来讲呢，谁骂我就打南韩。那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呢，谁打我就打加沙。这样子是个英雄的一个表率吗？当初那个以色列遭受了我们在讲洪水行动的时候，他遭受了这样的攻击，难道他不知道加沙人的痛苦吗？那他为什么不能够体谅一下加沙嘞？其实他也就是想要把加沙这个地方全部腾空，然后全部腾空之后，老弱妇孺回到家里看到的根本就是一片荒芜，已经打成废墟了。这样子怎么回去呢？也就是他根本不想要让巴勒斯坦人回到加沙，更不要谈有关于建国的部分那有关于这一次伊朗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攻击它其实是有4种不同的飞弹攻击。那我在礼拜一的节目我就先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析其实它就是一个饱和攻击。那饱和攻击的前提也就是什么？同时到达。那同时到达，那当然是飞得最慢的无人机最先飞，然后是巡弋飞弹跟着第二波攻击，然后第3波攻击就是弹道飞弹，还有最快的，传闻中这一次有加入高超音速弹道飞弹，对，然后直接打到的就是以色列的机场那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当然我有分析过说以色列它有4层防空，也是最低层的70公里范围的铁穹，然后再接上300公里内的大卫投石，1000公里的剑士2型，还有2000公里的剑士3型那其实它不止这样，它还有美军提供的爱国者跟萨德，它其实都有那它其实这么样的一个防空网，它竟然还可以让高超音速的弹道飞弹命中那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扯说什么爱国者或者是萨德可以拦截高超音速的弹道飞弹。那从这一次的战争，我们就
可以从实际上看得到，结果就是如此。那至于说有关于乌克兰的部分呢，我再强调一次，不要再在世贸中心对面挥国旗了，不要，赶快回国加入战场。为什么？因为25岁到45岁的男性几乎这一代快要打光了。你一个年轻人在那边，你一个年轻的乌克兰人，你在那边挥旗是什么意思？赶快回国助战，那才是正办。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习消会哦，可以感受到这个德国要展现出来对于中国大陆市场的重视哦，也展现对于中国大陆的友好。来看一下这个习近平跟肖兹的碰面哦，他特别提到说，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呐。新华社就抛出了这一张照片，说习消会之后，双方一起散步共进午餐哦。那肖兹就站在习近平后方一些，就有人讲说，他看起来双手紧握，表情蛮紧张的，感觉上面好像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对于他国内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搞不好也不是很乐见他这样子去靠向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在这样多重压力之下，他还是选择要跟中国大陆建立合作的关系。那习近平就提到啦，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出口电动车是缓解全球通膨的压力，也希望德方能够为中国大陆的企业创造公平的经商环境。那除此之外，肖兹也跟这个李强碰面了，也讲说希望这个德国能够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哦。所以这一次肖兹来，当然也是为着很多德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而来。不过中国大陆当然也希望你是不是不要跟着美国一起，说限制就限制，说什么禁令就要站在一块儿。那肖兹也去到了这个四合院餐厅举办了记者会，来谈了一下访问中国大陆的成果。那也提到了说这一次这个政府补贴影响的贸易相关问题，人家讲说，又选了四合院，而且又被拍到说搭乘这个中国大陆的国产红旗车，是不是也展现出来说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认同感？而且他这次的访问的确有成果，牛肉现在成功解禁了，看着这个加拿大好羡慕。马上就传出加拿大的这个副外长近期要访问中国大陆，也说要为着中加关系来解冻啊，因为先是澳洲，后是德国，慢慢的这个 G7 里面或是这个什么几眼联盟里面，大家都开始是不是纷纷的要跟中国大陆建立好关系啊？加拿大可不能落居人后所以马上释放出来也要来访的消息。那再来，因为是不是肖兹对于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行程展现非常多的善意，自己还拍了这个 TikTok 的影片，就说去参观工厂的时候就展现出来这个还不断的讲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制造啊以及这个生产力夸奖了一番。马上你看这个法国媒体感觉好像美国也坐不住了，就讲说抖音每14天就会向北京来传送美国的用户个资就要开始有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在提醒肖兹你不能跟中国大陆靠太近呢？因此德国的媒体就赶紧的讲说没有，我们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呢，其实也都是有这个注意避免好像是不是被监听之类的又要讲说他们都刻意带了一些什么空白手机或者是说带了一些电脑设备，都有特别改了一些登入密码，避免被植入一些恶性的软体，感觉上面好像要做给美国看，给美国有个交代说我们也有担心，我们也有防范要避免美国找他麻烦。那德国的媒体也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有效的这个成效有限的中国之行连德国的商报讲说，这次肖兹的中国之行有一点艰难，感觉上面显然是要说给这个德国国内听的，那对中国大陆呢并不会产生任何的触动，这是不是都是要给美国一个说法呢？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日本，现在他们的汽车产业真的是被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真的是打趴了，所以他们现在寻求的方式就是那我们就合作嘛，所以很多的德国的企业，他们这次的工业协会也说我们不应该要对中国大陆加征关税这样恐怕会引发我们在地的比方说失业的问题或者是说有后续这种贸易战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他们
不赞成就是随着美国一起来制裁。那日本更是妙咯，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个 Honda 的在中国大陆这边推出了全新的电动车品牌。我们这样一看，它叫做叶啊，怎么也取了一个中文名称呢？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哦，就是他们的新品发布会有公布出来的一个新画面哦，他们叫做叶。然后我们那时候眼睛还觉得说，这是比亚迪新车嘛？怎么会取叫一个中文名字？结果没想到是日本哦，为了是不是要打入中国大陆市场，所以他们特别取了一个中文名称叫做叶。而且他们这一次的品牌名称一听哦，叫叶 S7。我们想说，最近不是才听到小米 SU7 嘛？怎么又那么像？所以一下子又学小米 SU7，它叫做叶 S7，然后又学比亚迪，比亚迪是叫汉嘛，然后你叫做叶，所以就感觉好像彻底要融入中国大陆的市场哦。而且他们还打出来说，我们是这个 in China， 然后就是 for China， 中国制造，还特别拉拢了像是宁德时代、像是华为一起加入他们的这个电动车品牌里面，说要全面拥抱本土科技哦，感觉上面就是我们已经落地啦，我们已经不是日本品牌啦，我们很有中国味儿哈，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接受我们，所以要打入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市场，必须入境随俗嘛。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习销会？我想这一次这个肖兹到中国大陆访问哈，时间虽然短，只有3天呢。可是行程非常非常的紧凑跟丰富啊，跑了3个地方啊，先到四川啊，然后再到这个上海，然后再到北京，都是1天。可是我看他基本上是马不停蹄，参观了德气哈，在中国投资的这种，还有合资的这些公司工厂啊，可以说相当的密集。然后他到上海的话，那么也到了这个嘉定附近的太仓。那太仓是等于说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德国的一个聚落，德商聚落，有500多家厂商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在那边办了一些职业学校，所以德国企业在中国这个扎根之深啊，那可以如此而见。另外一方除了经贸以外，它也有文化的目的。那到了文化，他去了这个同济大学啊，他用德语演讲。那同济大学是德国人创办的，里面大概学生都会学德语啊，所以跟中国的大陆的学生啊用德语来问答，那么谈了很多的问题啊。那另外嘛，到了北京以后啊，当然就是跟习近平见面，那气氛很轻松，在这个钓鱼台宾馆啊，双方在这个花园里面散步，那么也跟这个李强见了面。那德国方面公布出来，跟大陆公布出来，他们不仅只谈双边问题了，到了北京了，谈了一些国际的问题，热点问题当然就是哪里？当然就俄乌战争了。那很具体的就是说，大家发表了一个共识，对于俄乌战争的一个共识。另外呢，德国也邀请，就希望中国去参加瑞士要举办的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和会。那所以这些作为，其实以德国这个国家处境来讲，他已经把他的他能够做的全部做完了。因为他随时肖兹后面都站了一个拜登的影子在监视他。对，你到中国大陆这个跟中国大陆跟我抢生意啊，你要跟中国大陆经济走那么近还有跑到大学谈这个中德合作。然后到了北京还谈俄乌战争，对，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真的是刺激太深了。可是我觉得你会觉得你觉得肖兹有点紧张，我觉得并不是在乎他跟中国大陆关系，而是他怕他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梦魇就是他在北京跟中国大陆各种互动会惹怒惹怒谁？惹怒拜登，惹怒美国，因为他应该记得很清楚。德国这个能源的供应的动脉这个北溪2号是谁炸的？对，美国对德国不但会口出恶言还出手攻击了。所以他紧张，我觉得紧张是他背后在监视他的美国的拜登。好，来问赖老师，夏老师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访问？他的内部里面的有人在扯后腿例如说他的绿党的外交部部长在扯后腿，经济部部长在扯后腿。就是你看，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说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结果他外交部部长不肯去，不肯帮他开路，然后他的经济部部长不肯帮他开路，而他这一次到中国的访问是3天，3天里面2天都是经济课题，到了四川看的是德国的企业，到了上海也是跟德国的企业，因为那是德国的几万家的企业在那地方投资啊，在那地方发展啊，所以对德国的企业来讲的话，眼巴巴的等你已经等了多少年了？今天德国的经济是每况愈下，在27个国家的欧盟中，德国的经济这2年表现最差，而且是很令人惊讶的差。它是一个经济的大国，一个工业的大国，全世界目前它是第3大经济体，可是去年的经济竟然呈现出负成长。前年的也好不到哪里，今年的情况再不改善的话，德国的经济真的会面临危机。那德国的经济面临危机，意思也就是说，会有更多人过上不好的日子，会有更多人失业，会有更多的社会的负担，社会福利的压力越来越大。那政府该怎么办？所以他这一届的政府目前来讲声望极低啊。那在野党已经蠢蠢欲动啊，希望能够重返执政。那对于萧亚芝来讲，他难道还要被他的绿党胁迫吗？然后完全在追随美国去抗中？结果他看到说美国是这样子，他看到了美国是拜登热情的邀请这个习近平到旧金山去庄严会谈，然后呢，叶伦还有这个布林肯马上要去了，争先恐后的都跑去中国大陆去。奥斯汀也要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有视讯，美国的高官络绎不绝的都去跟中国大陆要会谈，而却不准他的盟国去跟中国大陆来访，这岂有此理啊！所以我觉得，即使这个萧亚芝他的内部的压力很大，有反对有同样执政的绿党在扯后腿，可是他的企业告诉他说要做对事，你再不做对事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都被美国人这样搞掉了，因为美国他打压他的盟国，不准卖东西给中国大陆，可是他对他的企业却这个特许那个特许，英特尔特许那个特许，你看连辉达也都会给他特许，那也就是说他的盟国都不准卖，但是美国都可以卖，那这样的话摆明了就是要把他的盟国他的工业七雄都全部打下来，让美国独尊嘛，这个是很自私的一个做法。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蠢蛋还看不清楚。好，现在连加拿大都已经快受不了了，也就加拿大就是那个著名的蠢蛋嘛。现在已经连这么蠢的人都已经快受不了了。那你想想看，连意大利的总理都希望中国的企业去那边投资，台湾的赖清德，你还要搞多久？你还整我们的厂商整多久？好，来请教舰长。我们看到啊，德国总理萧兹他在中国大陆，他的其实从他的肢体语言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也就是他都一直把手啊，放在胸前，无论是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他在花园走也是这样，然后甚至他跟习近平主席拍照的时候，他也是这个样子。难道手不能放下来吗？当然可以放下来。他在 G7 的时候就是放下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中国其实是很紧张的。为什么很紧张？因为怎么做都不是。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当初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中欧班列，到底它真正受惠的是哪个国家？就是德国，也就是中国大陆把它所完成的零附件透过中欧班列送到德国去，然后由德国进行最后的组装，然后组装之后的产品再回销给中国，不就是如此吗？你如果现在你千万不要犯了一件事，就是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那你就挂了。那也就是说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他的手一直在胸前戳，因为他真的很怕说错话表错情啊。那至于说我们接下来如果说再看一看这个加拿大他的外长说他要派他的副手直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确就是他看到了各个国家都到中国大陆去，结果都得到了情势关系变好了。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赖清德现在感觉已经是在这个三军统帅的暖身阶段哦，因为520马上就快要到了，剩下1个多月的时间哦。那他就去到了这个视察模拟防空拦截的演练哦，到台中这边来视察这个空军防空部队与第3联队，了解一下接战程序，还有模拟防空拦截演练以及警戒任务的一些准备情形哦。那他说要让世界看到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啊！可是此话一出，最担心的竟然是美国人嘛，因为昨天传出一个消息说，这个美国的防长奥斯汀哦，跟大陆新任的防长董军，董军因为上任之后第一次跟奥斯汀谈话，那2个人谈的是什么？台海稳定哦，也就是说现在剩下1个多月时间，马上就要520了，这也算是中美双方事隔18个月来再次的，也是首次的恢复实质的对话，他们进行视讯通话。那2个人讨论就是中美国防关系以及区域和全球安全的议题。奥斯汀强调会尊重国际法所保障的公海航行的一些自由重要性哦，特别是在南海，就是说讨论的台海跟南海是现在可能会引爆冲突的2个重要的点哦。那再来，路透社也提到了说，这是寻求恢复军事关系的2方1年多来的首次接触。不仅如此哦，康达也会见了这个跟马朝旭有见上一面哦。那据说是为了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而进行一个先行的铺路。那康达在这个和白宫的国安会中国和台湾事务资深主任这个贝沙兰哦，昨天到北京见了马朝旭。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跟国台办也见上一面哦。他们是跟这个国台办的邱开明，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也都通了话。这难道也是要设下一些这种等于说护栏吗？避免美中因为赖清德的上任产生任何的擦枪走火。所以你看到3道护栏已经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哦。美国可能就是要避免任何的一些可能误会，或者是任何赖清德的一句话，挑起了一个矛盾冲突点。那再来，我们看看，在这边这个日本现在是不是有一点搞不太清楚状况啊？美国积极的跟中国大陆在接触哦，要设护栏，避免擦枪走火。但是日本公布新的外交蓝皮书哦，这是外务省在16号时候公布2024的外交蓝皮书，它里面讲到，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哦，不仅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也对国际社会的整体稳定至关重要。那对于中国大陆方面的话，日本虽然相隔5年恢复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是仍然保留去年首次将中国大陆的军事动态列为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也就是说，连续2年都提到中国大陆是最大的挑战。他们还现在有一个特种部队、特警队，他们首次派到了这个特警队哦，就是说，因为他们是2001年成立的，这是海上自卫队的第1特种部队。那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哦，也是日本对于北韩的这个间谍船入侵能登半岛的一个因应措施。那他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宣布，就是说下个月将会派这个特警队前往印太地区来支援海巡机构，还能够有登船临检的相关的能力哦。那感觉好像也是矛头是指向中国大陆哦。那你看看日本不断在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他们现在为了要加强防卫能力，日本的共同社就讲说，接下来16个机场跟港口都会指定为特定使用的机场港口哦，那就是要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海洋活动以及因应台湾有事。但是这一番话出来之后啊，中国大陆那个央广的这个算是自媒体频道啊，他们的日月谈天就讲说，那就如果你敢介入这个台湾的事情的话，新仇旧恨一起算。他说蓄谋已久的日本露出了獠牙哦，朝着染指台海、破坏地区和平跨出了实质性的危险一步。日本就像是在棋盘上落下了一颗颗险恶的这个棋子哦，逐步把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那到时候呢，不好意思，就是新仇旧恨一起来算了。那再来看看这个中美的南海角力哦，因为现在美国不断拉拢菲律宾嘛，结果中国大陆呢也在这边设下了一个防护栏，就是中越的防长会晤也要讨论接下来要设立
海军的热线哦，避免这个美菲站在一起的时候，至少越南是可以稳定的站在中方哦，中越海军热线，然后他们还有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是要应对那个菲律宾如果真的是靠向美国来开始挑事的话。那所以你看到现在南海的紧张，连菲律宾自己的本身国会议员也都很担心。他们说小马可是对于南海的立场，正促使我们和世界超级大国中国开战。这场战争将会杀死我们所有人菲律宾人，尤其是我们的士兵。呼吁军方停止支持总统小马可是，以免南海开战这是有一些菲律宾人并不赞同这个小马可是现在目前一昧的靠向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你看，这个菲律宾真的很妙，他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说，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怎么现在都没有来我们这边旅游呢？这个菲律宾还在那边嫌说中国大陆的旅客少那你看看，你们一直在这个南海挑事所以大陆的媒体有讲说，你又在这边南海挑事，然后呢，对于大陆的这些中国人签证的审核又很慢，那你既要又要就是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之下，大陆对于菲律宾的一些情绪，民族情绪当然也是高涨。旅游他们当然可选，要去东南亚的话，可以去泰国啊、马来西亚、新马这些地方都可以取代你菲律宾。为什么一定偏要在你跟我挑事的状况下，我还要去你那边玩呢？所以菲律宾也是蛮矛盾的。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真的很担心赖清德吗？对，美国非常的担心我们先讲这个康达他们在北京直接跟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仇开明见面的这件事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少见的例子那也就是说，对于两岸的目前中国大陆对两岸的这个危机的看法，美国需要跟中国大陆做高层的相互的沟通，然后可能某一种程度也在协调政策了那避免一场危机的发生。那赖清德就是说还没有当选，可是他的动作基本上都在刺激两岸关系，往这个冲突的方向走。我觉得他的发言很多地方都会让人觉得对两岸的未来忧心忡忡。他说让世界看见守护国家的决心，他去视察，他还没有当选，他就跑到这个他还没有这个身份，就跑到这个军事机构放这样子的话，这些话就很清楚的，就是怎么讲呢？在备战嘛，你是要避战呢？我们都希望他避战，可是这就是备战，而且这里面一讲到国家他的国家认同是一个大家最担心的。你讲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吗？还是讲的一个现在不存在的台湾国？你如果是台湾国的话，那你守护的国家跟台湾很多人要守护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国那你在这上面搞得很模糊的话，事实上你内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冲击。而且你国家不讲清楚的话，如果你讲的是台湾国的话，那基本上对岸就可能就会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那你如果讲的是中华民国的话，那没有必要像你现在搞的这样剑拔弩张，因为中华民国事实上的话，马英九已经这次在大陆已经当着习近平面前讲9·2共识，就是两岸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原则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过去这个8年蔡英文把两岸关系搞到这个剑拔弩张？就是你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有问题对，你如果是中华民国的话，9·2共识的话，会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定海神针不会需要你天天在这边守护来守护去，买这么多武器。所以你国家立场、国家定位不讲清楚，永远是台湾的一个定时炸弹，永远是台湾一个定时炸弹。如果你就是中华民国的话，两岸不会有这么多紧张的问题。很多事情你是中华民国，你就是中国，你就是炎黄子孙，台湾人也就是中国人，对不对？那你就没有问题啦。可是你如果就是不承认中华民国，你一定要在这上面怎么讲呢？视而不见，然后去主张你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台湾国的话，那就可以台湾带来非常大的祸害。那你今天讲说，你一开始讲这个东西，我们看，哎呦，你又在怎么？你又在，我们虽然不见得你在挑战，可是你在备战。我们希望你做一些避战的方式。现在希望两岸和平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你也没有拿到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那你为什么要跟着主流民意背着干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现在我觉得就是说，仇开明跟这个康达见面啊，让我很忧心。因为这个就侧面射出了一个影像，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都认为两岸会可能因为一个主张台独的一个总统在520上任以后会有危机，出现危机出现怎么样甚至兵凶战危的危险。这个是你无法再乐观以看的。所以我觉得双方已经在沟通了，甚至会有一个政策。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赖清德，你不要认为你有力量可以跟跟美国或中国大陆对台海问题的共识来应对着干。如果应对着干的话，你不会对台湾造成什么你也达不到你台湾独立的目标你只会把台湾人民拖向一场灾难。好，来请教赖老师。赖清德用的腔调跟蔡英文大同小异了都要让世界看得见要让世界看见，看见了，然后呢，看见了又如何？乌克兰看得很清楚全世界都看见了，看到现在泽连斯基痛苦不堪了，乌克兰人痛苦不堪。那现在乌克兰人流离失所的1000多万人，然后乌东地区战争打成这个样子，泽连斯基昨天还在埋怨呢，说你英美法大小眼为以色列，他还不是你北约的盟国，不是北约的盟国，你都派出你的空军去拦截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跟导弹。我还说你要我加入你的欧盟，你还勾引我去加入你的北约，然后你说你对我的承诺坚若磐石，你对我都做到这个程度，结果我被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导弹攻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什么都不管。然后今天科比还说，这是不同的冲突，不同的空域，因为那是以色列，你是乌克兰而且这是不同的威胁，因为对方是俄罗斯然后以色列那边只不过是伊朗伊朗我不怕，俄罗斯我怕死了。然后对于大陆呢，美国更怕死了。美国南部战区每一次一实弹演练，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就躲得10万8千里远，怕死了。好，所以我觉得美国事实上在南海是虚张声势，为什么？因为解放军没有退路解放军他如果退路的话，14亿的中国人是会有意见的。所以解放军在南海这个地方一定是守的主权，守的海洋的权益，那就只好跟你美国对打嘛。你要搞代理人战争就找他代理人，你要直接来就跟你直接来。Austin 的电话里面，董军就他讲的很难听用了习近平的3句话里面，就是以和为贵，以文为本，里面还有一点重要，就是以信为本，意思也就是说我不信任你你们美国人讲话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从来不信任你，你做给我看，不是你跟我讲什么，我才不会听你讲什么，我只做你做给我看。而且我告诉你，台海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是中国核心，碰到了就打，没有别的力。对，南海的问题，岛屿的主权跟海洋的权益，中国一步都不会让。你要打，那就请便。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奥斯汀来测底线的，因为他也要测，如果赖清德在520的时候怎么样，然后你大陆的态度是怎么样？因为大陆很清楚知道，你美国人表面上说你不支持台独，其实你是在煽动台独，因为你就是希望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但是该打就打，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我觉得布林肯到大陆去也是来闹的嘛。你说从叶伦去了大陆以后回来，就我们不排除增加关税来闹的。奥斯汀打电话也来闹的。坦白讲，布林肯他现在去大陆还没去之前，他已经讲了，说我们要谈俄国的事情，也是来闹的。我觉得对大陆来讲的话，你来闹的，我就全部把你赶回去，绝对不会有好牌头吃。我觉得日本岸田文雄，你刚刚讲的新华社的态度很简单，新华社态度就是他不接受、不承认、不同意蒋介石的对日本的以德报怨，所以才会有新仇旧恨一起算，也就是我没有同意蒋介石以德报怨，但是蒋介石那个时候是领导，但是如果你日本你今天把我作为假想敌，我对你对打的话，那就是新旧一起算，
你侵华的战争该赔偿、该割地的就要割，该赔的就要赔。好，来请教舰长。我们如果看赖清德副总统啊，他现在的所有的一个暖身的活动啊，其实呢，他就是准备继续的抗中保台。但是呢，抗中是不是能保台呢？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疑问。我是建议啊，赖清德副总统，你如果还继续的去试导这些，尤其是空军的各个联队的话，你不妨啊看一看空军我们各型机场里面机堡到底长什么样子。那个机堡啊，已经是30-40年前的样子。如果你再用 Google Earth 去看一下解放军，不是只有东南沿海哦，全面的它的机堡，除了我们讲到说它不但有门，而且它那个门是防爆门，然后它的厚度比我们的厚得多，甚至它连停在大坪上面的飞机它都有钢棚。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以前都在看他们到底停机坪上面有多少飞机啊，现在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通通有钢棚遮住了。那也就是说，你必须时间掐得刚好，然后它的飞机滑行出来才看得到。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是机型作战能力不如别人，我们连战力保存都是个问题啊。那至于说呢，我们现在大家常常讲到董军啊，董军他当然升了上将，然后他跟奥斯汀谈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啊，解放军他的一个那个指挥体系啊，它跟我们一般的想象啊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们看到他的国防部，如果以中国大陆来讲，他的国防部是直接受到国务院的指挥，当然他也受到中央军委的指挥，但是我们有看到国防部他指挥战区、指挥军种吗？其实没有，也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对外的一个外事机构啊。那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相对应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是从总统，然后一直那个进国防部的部长，那当然我们还有2个副部长，那也就是我们在军令那个军政一元化之后啊，事实上我们就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的国防部长的位阶啊，跟解放军国防部长的位阶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至于说现在大家有讲说，这个16个特定的港口以及机场啊，我帮大家找出这个 NHK 的这张图来。那我们仔细的看一看这些机场啊，其实它有包含了，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连北海道它都包含了5个港口。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要用军用的。如果它用军用的话，它应该是强化这个西南诸岛。那它为什么这样呢？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呢？其实真正的答案是，这个是撤日本侨民专用的。它原来在这些港口里面不够撤，所以它连北海道都开出来了，不是军用的部分。也就是说，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日本是什么事？日本是撤侨，绝对不是来帮我们台湾作战。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